杨紫7岁出道，12岁爆红，15岁无戏可拍，爆红之路太不容易。电视剧《余生》，请多指教。从放出消息到正式开播，一直呼声不断。无论是男演员肖战，还是女演员杨紫，都受着不小的关注。女演员杨紫更是借此剧又火了一波。然而，杨紫的成名之路却并非顺当之途，而是阅尽千帆，归来仍是少年的征途。少年成名，却一夜没落。历经千番考验，如今终在登山巅。1992年，一只可爱的小猴子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，家境普通，但父母开明的教育让这只小猴子的性格特别活泼、开朗、直爽。与其他同龄小孩不同，爱蹦爱跳的杨紫十分喜欢在长辈面前表演各种才艺，特别是在1998年《还珠格格》开播后，活泼的小燕子狠狠地抓住了杨紫的眼球。只要电视里开播此剧，爱蹦爱跳的杨紫就会瞬间变得安静，乖乖地看着电视里的小燕子。或许就是那一刻，她心里就播种下了一个演员梦。之后，没有任何背景、资源和后台的杨父，为了给女儿圆梦，一到周末，他就骑着家里的自行车，载着小杨紫大街小巷的跑，去所有的影视基地，为女儿争取一个试镜的机会。可能是杨父的付出，加上杨紫灵动的表演，7岁那年，杨紫终于得到了一个上镜的机会。据说，在当时如此出山的剧组里，活泼可爱、吃得苦的小杨紫特别招人疼。结束拍摄完成以后，剧组的导演还曾给杨父说过：“你家小姑娘很有天分，是个演戏的好苗子。”不愿浪费女儿天赋的杨父，之后更是下定决心全力支持喜欢表演的女儿。杨紫接连着出演了《孝庄秘史》里的小宛如，客串了《大宅门》里卖苹果的小女孩。11岁那年还主演了人生首部电影《女生日记》，借此剧入围了铜牛奖的最佳小演员。此时的杨紫才算是在童星圈子里慢慢有了点名气。正是因为一部接着一部剧情里出彩的演出、灵动的演技，杨紫获得了一个让她爆火的角色。12岁这年应该算是杨紫童星路的高光时刻，因为出演《家有儿女》里夏雪一角，杨紫不仅将名与利双双拿下，还认识了一生挚友张一山。杨紫的夏雪更是成为了当时很多观众心中无法复制的角色。之后《家有儿女》1、2部相继开播，里面的小童星杨紫、张一山、尤浩然也成为了国民小孩。特别是成绩优异、性格活泼的夏雪，被不少人称为国民闺女。但该剧第3部里的小雪却换了人，或许是大众期望值过高，又或是换了人的夏雪缺了点味道。反正该剧第3部的反响平平。至于杨紫被换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，在多年后她才有勇气说了出来。也正是她再次成名后的话，才让众人知道资本有多强大。杨紫的爆火似乎是在一夜之间，而她的沉寂也似乎是在一夕之间。本以为《家有儿女》火出了圈，剧里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杨紫，演艺之路应该是更上一层楼。然而在不知缘由被替换，无缘第3部《家有儿女》的杨紫，星途却戛然而止。据说，当时一直很支持女儿的杨父突然告诉女儿，不要接拍剧了，先好好读书。以后不管从不从事演艺事业，文化水平都是个很重要的门槛。但初始爆火后的杨紫，并不懂得父亲的苦心，反而是格外委屈地想着，为什么向来支持自己演戏的父亲，突然要自己放弃演戏？年幼的杨紫找到了当时剧里关系很好的妈妈宋丹丹，本以为丹丹阿姨会支持她，甚至说服一下父亲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宋丹丹告诉杨紫：“闺女啊，咱现在还是先以学业为主，以后找个好工作吧。”其实，在此话之后，宋丹丹劝解杨紫的话还有后半部分。据说当时宋丹丹还曾苦口婆心地说过：“
闺女，妈劝你一句，咱长得不算漂亮，以后的路不好走，还是别演戏了，好好去读书吧。宋丹丹的劝解本意是想告诉杨紫，杨紫以后的演艺路并不顺畅。一是杨紫圆脸的长相受限，能够接拍的剧并不多；二是当时的杨紫正值青春期，体型发胖，脸上全是青春痘，确实难以接戏。所以宋丹丹希望杨紫可以先好好学习，给自己留一条退路。然而当初年幼的杨紫并没有理解到宋丹丹的意思，加上媒体铺天盖地的童星杨紫长残等报道，这一度让她陷入了自卑中。可是理想破灭，终究要归于现实，无奈下，杨紫还是从剧组里退出，回到了学校好好读书。不过此时杨紫心里的演员梦依然没有消失。03，说实话，虽然15岁的杨紫顶着童星的头衔，但却没有任何资源倾向于她。一朝天堂，一朝地狱，就是她当初的现状。然而更戏剧的一幕还是来了，杨紫前脚才被资本戏弄无奈退场，后脚一个男人却成为了她的资本。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，那个男人并非杨紫星途的救赎，而是另一个深渊。当年靠着天仙配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杨紫，内心突然膨胀了起来，试图在娱乐圈里大展拳脚。因此他将目光放在了童星出道、为人单纯、好拿捏的杨紫身上。那会儿16岁的杨紫还没有完全被舆论卷进去，头上还顶着国民闺女的头衔，但苦于没有资本撑腰，因此无戏可拍。找上杨紫后，杨紫为了表示自己会力捧杨紫，直接给杨紫举办了一个生日宴会，当众送了很多不符年龄的贵重礼物，甚至在所有来宾面前承诺，以后绝对会重点栽培杨紫，倾全力将其打造成巨星。事情的发展却并没有那么顺畅。起初，杨紫确实如他所言，倾全力打造杨紫，又是给他出音乐专辑《家有儿女》，又是为他打造女1号的专属电视剧，更是连同名的电影都安排上了日程。可之后两人却闹翻了，至于具体原因是什么，网上众说纷纭。自那以后，杨紫的星途似乎走到了尽头，国民闺女的正面形象也是一落千丈，被坑的杨紫只能黯然退场，真正的回到校园。杨紫骨子里的体质，就算撞了南墙，也不会回头。虽多次被资源整得体无完肤，甚至被上骂名，但她还是在高考前夕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。入校后，杨紫各门课都很优异，加上这里还有儿时挚友张一山，一切似乎都向着杨紫心中的方向前进着。只有努力，应该就可以重回圈子，应该就能有戏可拍，接着演自己喜欢的戏。现实是骨感的，杨紫的坎坷星途并未从此停止，与她同级的同学相继接拍了一部又一部的戏，反而是有表演经历、曾经爆火的童星杨紫无人问津。说不失落是假的，杨紫比任何人都渴望着演戏，可圈子就那么大，想演戏的人不胜枚举，能有机会出镜演戏的，能在圈子里出头的却是凤毛麟角。显然，杨紫并不是那个有机会出镜的幸运儿。不服输的杨紫开始更加认真地磨练演技。她说：“只要再努点力，总会有机会；但要是不努力，机会来了也是抓不住的。”为此，她开始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地练某个表情、某个动作、某句台词。正是这些点滴的积累，杨紫坎坷的星途在2011年才有了一束微弱的光亮。2011年年底，正午阳光董事孔生找上了杨紫。已经没了童星光环，满脸青春痘，身材走样的杨紫一家却以为这只是个玩笑。不过杨父还是留了个心眼，假如呢？那女儿又能快乐地拍戏了呢？杨父带着杨紫去了对方给的剧组地址，谁知这一去，让星途无望的杨紫
重新有了回归圈子的机会。当时孔生一看到杨紫就直接拍板，让其扮演《战长沙》里的护士胡香香，从少女到人妻再到人母，19岁的杨紫很好的将角色演活了，就连当时与她搭戏的霍建华都说杨紫确实演得好。正午出手均是精品，此话绝非假话。2014年，杨紫22岁那年，《战长沙》迎来了首播，反响空前，某瓣的评分更是达到了9点几。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演技精湛到业内专业人士孔生都认同的杨紫，却没有因此剧爆火，反而是犹如绝缘体一般，无人问津。2015年，带给杨紫演戏希望的孔生导演再次找上她，并告诉她自己有个新剧，需要5个女主演，可以让她去挑一个演。接到消息的杨紫彻夜难眠，因为这是她自1999年出道以来唯一一个拥有自主权利的角色。找到孔生之后，杨紫再次经历了家有儿女的无奈。剧本里强势的安迪与樊胜美，她演不了；关雎尔和邱莹莹人设又不如其他3个，她不愿意演。曲筱绡一角倒是挺适合她的，但她选不了。要问为什么杨紫演不了曲筱绡，那便是因为资本。当初曲筱绡一角早就被内定给了另一个女演员，但此时的杨紫已经开始学会隐忍，她深知抱怨没有任何用，角色不分好坏，只要能演，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。因此，她接受了人设特别不讨好的邱莹莹。果不其然，《欢乐颂》播出后，杨紫扮演的邱莹莹被骂出了圈，但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，杨紫才终于重新回到了圈子。自此以后，杨紫坎坷的星途也终于不再只有坎坷。05，可能是跌多了，杨紫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星途道路。凭借《欢乐颂》被骂出名的杨紫悟道，一个演员必须要有商业价值，否则就会被换掉。此后，杨紫的星途正式重启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段被众人心疼的恋情。2016年《欢乐颂》播出，同年年底，杨紫与秦俊杰的恋情被人曝光。2017年2月，杨紫官宣恋情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场甜蜜的恋情却毁于一碗胡辣汤。之后，杨紫再也没有被爆出任何的恋爱情况，可能是被前男友伤太深，又或是决心走事业路，不再沉溺于恋爱。经历了前男友与另一位女星的胡辣汤事件后，杨紫的事业路成为了主线。此前的青云志成功出圈，清冷美人陆雪琪一角也让杨紫火了起来。虽然杨紫扮演的清冷美人一角被很多人 diss， 但不可否认，杨紫确实借此角再度爆火。紧接着一部接一部的好剧，让杨紫真正地火了起来，更是被观众们戏称为旺夫体质。不管是香蜜还是亲爱的、热爱的，似乎只要和杨紫搭戏的男主演都能够火起来。而昔日被断定没有演戏前途，被资本击垮一次又一次的杨紫，也用实力证明了，只要努力朝着一个方向奔跑，那么成功还是有望的。之后，杨紫的星途终于不再是之与童星角色下雪对标，单纯热心的邱莹莹，冷傲痴情的陆雪琪，花神之女锦觅，擅长编程的天才少女童年，暖心可爱的林之孝，都是演员杨紫给大家带来的惊喜。托马斯·爱迪生说过，人们最大的弱点就是放弃，成功的道路本就是一次又一次失败后依然坚持走下去。比起好运，杨紫的星途更多的是死磕到底的不放弃。很少有人一出生就能够登上顶峰，但每一个征服山巅之人，大都经历过无人知晓的落寞与难堪。杨紫的成功绝非偶然，只是她阅尽千帆，归来仍是少年。